父皇，儿臣要告发柳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且私通之人就在此处。宫宴之上，我当众提出要为父皇最宠爱的柳妃之子滴血验亲，那女人瞬间僵直身子，我更加得意。若儿臣有半句虚言，甘受天打雷劈之刑，永世不得转生。眼见我信誓旦旦，父皇沉默良久，终于点头同意。竹马太医亲手备下银针与清水，向我保证万无一失。可2滴血在碗中，却赫然相融。父皇震怒，不顾我震惊哭喊，下旨让侍卫将我押入大牢。被押入天牢第7日，竹马深夜前来，他白衣依旧，却带着我不曾见过的笑容。公主殿下，陛下突发急症驾崩了，柳太后即将垂帘听政。不可能！父皇一向康健，我要查。话音戛然而止，竹马用刀刺穿了我的胸膛。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只有你们死了，我和柳儿的儿子才能登上大位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滴血验亲的那日，竹马太医已经盛上水碗，贵妃拿着银针，正要扎向小野种指腹。眼见事情又要变成前世的结局，父皇，儿臣突然头晕。手臂恰好重重扫不多眼，哗啦，水碗摔得粉碎。父皇惊呼一声，竟直接从玉座上快步下来，亲自来到我身边。朝阳，怎么回事？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回事？刚才还好好的，快送公主回宫，让太医去永乐宫候着。我被宫人小心扶起，余光扫见周莫言僵在原地，手中银针尚未收起，而柳贵妃眼底飞速掠过一丝不甘与恼恨。再次醒来，已是半个时辰后。永乐宫内安神香袅袅，他见我睁眼，立刻俯身过来，极其自然的伸手探了探我的额温。总算醒了，头晕可好些了？他的声音低沉温和。方才在殿上吓坏我了，怎么说晕就晕？是不是只日又贪凉，夜里没盖好被子？这份源自20年相伴的熟人与亲近，几乎让我产生错觉。莫言，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，梦里就在滴血验亲之前，我看见你袖中有粉末落入水碗中，梦里血就融了。然后父皇震怒，后来你还杀了我。你说那真的只是个梦吗？你说那真的只是个梦吗？寝殿内陡然一静，定是心神激荡，又骤然晕厥，才生出这些幻象。他语气轻柔：我背水验亲，事事谨慎，你是知道的。袖中除了银针，再无他物。难不成连我也信不过了？他说的诚恳，眼神清澈坦然，甚至还带着一丝被质疑的淡淡委屈。前世我就是被这副光风霁月的皮囊骗了整整20年，骗到父皇猝然驾崩，骗到我被他一刀穿心时，还痴痴问着为什么。心底最后一丝温度彻底消散，我垂下眼睫，掩去眸中冰冷，只露出些许茫然。许是本宫真的看错了。周莫言抬手将一旁温着的腰盏端过来，试了试温度，才递到我手边。朝阳，你如今既醒了，便好生休养，莫再思虑过甚。没关系，万事总有我在。来，先把这安神定惊的药喝了。我接过药盏，指尖碰到他微凉的指节，微微一颤。你说的是，本宫累了。我就在外间守着。他替我放下床帐，温声嘱咐，缓步退出寝殿。殿门轻轻合拢，药盏被我轻轻搁在床边矮几上，纹丝未动。我合眸又睁眼，心中已经有了盘算。这次谋算破灭后，他们不会甘心，所以夜深，我换上不起眼的宫女服饰，悄悄摸向柳贵妃的栖霞宫。果然，主殿上映出2个亲密交叠的人影。那小可爱，早不晕晚不晕，偏在节骨眼上坏事。好了，柳儿莫气，一次不成，还有下次，总有办法让我们的孩儿名正言顺。我受不了那老东西了，严哥哥，你得快些。放心，我已在他日常的参汤里，慢慢来，才不惹人疑心。窗内传来衣物窸窣与暧昧低笑，我背靠冰冷宫墙，心脏像被攥紧，疼得喘不过气。曾几何时，周莫言也会用这般温柔语气同我说话。春日为我采初开的桃花簪发，说公主艳若桃李；夏日替我摇扇驱蚊，自己热得满头汗，却笑着说无妨。秋夜陪我数星星，将外袍披在我肩上；冬日看我玩雪，捉住我冻红的手呵气暖着。原来都是假的，心口的疼渐渐被冰封。我转身对身后2名心腹宫女低语几句，她们立刻朝东宫而去。
他们立刻朝东宫而去。前世柳贵妃联合周莫言毒死父皇后，又暗中下药将太子毒傻，所以才得以当上太后垂帘听政。如今好戏就要开场，怎么能少了她一起唱呢？我又快步返回父皇处理政务的紫宸殿外，快禀报父皇，就说柳贵妃突发急症，太医署当值的周太医已赶去，但情况危急。父皇闻讯果然放下朱笔，蹙眉起身。我垂手跟在御驾之后，手心微凉。御驾刚到栖霞宫门前，便觉异常安静。父皇眉头皱得更紧，抬手制止了内侍唱惹，径直入内。主殿内烛火摇曳，暖香靡靡。转过屏风，只见柳贵妃正倚在周莫言怀中，两人闻的脚步声，惊愕回头。你们，好大的胆子！皇上息怒，臣妾是突然心口疼得厉害，这才周太医前来诊治。他只是为臣真释怀。陛下明鉴，贵妃娘娘凤体为何？情急之下宣召臣诊治，看病竟需要宽衣解带。柳贵妃抬头，泪眼婆娑地瞪向我。朝阳公主，你怎能如此污蔑臣妾？陛下知道朝阳公主自打臣妾入宫便一直不洗尘，臣妾明白，是因为臣妾无意间得了陛下几分怜儿，又为陛下诞下灵儿。只是公主便觉得臣妾占了先皇后娘娘的位置，夺了本该属于她的父爱。要是陛下不信才能清白，臣妾宁愿一头撞死在这儿。要是陛下不信才能清白，臣妾宁愿一头撞死在这儿。臣妾一头撞死在这儿，以证清白。爱妃不可，爱妃，朕信你。父皇，若说儿臣出于嫉妒，儿臣无话可说，但有些事不合常理。据内务府记档，柳贵妃上次侍寝是在6个半月前，六皇子是早产。可父皇您看，这眉眼饱满，四肢结实，哭声洪亮，哪有一丝一毫早产婴孩的羸弱之象？倒像是足月生的健壮孩子。皇室血脉事关国本，若有一丝疑虑，便是动摇江山根基。柳贵妃脸色刷得惨白，连哭声都停了。父皇搂着她的手，也机不可察地松了一瞬。她脸色阴沉，眼底涌动着怀疑，却也有几分难堪与暴怒。朝阳，你今日言行，实在令朕失望。却也有几分难堪与暴怒。朝阳，你今日言行，实在令朕失望。眼看父皇又要被柳贵妃的做派带偏，一道清朗的声音自殿外适时响起：“参见父皇。”我轻轻松了口气。刚刚让侍女去找他时，我让宫女传话，提醒太子检查身边为他每日布菜的小太监的寝房。那小太监是柳贵妃的人，前世柳贵妃就是让他日日在太子用膳的筷子上抹毒，将太子毒傻，才得长大权。父皇，朝阳言语或有冲撞，但其心可见，所虑亦非空穴来风。此事关乎皇室和父皇的清誉，如今流言已起，若不能彻查分明，反而更损天家威严。既如此，不如继续上次未能成功的滴血验亲。便一切都能明了了。此法最是公允。若六皇子确系父皇血脉，两血相破，则谣言不攻自破，贵妃娘娘清白得正，朝阳自当领受责罚，向娘娘赔罪。反之，若血不相容，便是欺君大罪，满门抄斩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父皇身上。终于，准太子所奏，即刻滴血验亲。父皇话音刚落，周莫言猛地抬手：“陛下，此等要事，容微臣亲自。”周太医，你如今的身份，做这事儿怕是不妥。再说，我转向太子，微微屈膝：“皇兄乃国之储君，身份贵重，行事公允，由皇兄亲自监督备水取针，最是妥当，也能彻底堵住悠悠众口。由皇兄亲自监督备水取针，最是妥当，也能彻底堵住悠悠众口，绝日再生事端的可能。还请父皇恩准。”周莫言袖中的手倏然握紧，指节泛白。父皇脸色沉下几分，最终缓缓点头：“太子，此事交由你全权处置。”儿臣领旨。太子看了我一眼，心领神会，当即吩咐自己带来的心腹内侍与侍卫，即刻准备了所有的东西，连太医都是太子的人。柳贵妃紧紧咬着下唇，几乎要咬出血来。周莫言垂手站在一旁，
看不清神色。我静静地看着太医取了父皇的血，这一次总该万无一失了吧。可就在太医针尖刺破婴儿指尖的一瞬，我捕捉到他眼底竟然极快地闪过了一抹暗光。我瞳孔骤缩，水碗里2滴血在水中沉浮，靠近，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融为了一体。那一滴血融入碗中的瞬间，整个店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的目光都死死定在那只白瓷水碗上。那里面3团来自不同之人的血迹，已然不分彼此的交融在了一起。这捧着水碗的太医手一抖，差点将碗摔落。周围的工人内侍们更是瞪大了眼睛，随即低低的议论声无法抑制的响起。融了又融了，陛下的血和六皇子的血融了，和周太医的血也融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人怎么可能有2个父亲？除非那水有问题。太子身形猛地一晃，难以置信地看向自己带来的心腹侍卫和内侍。周莫言捂着自己流血的手背，扑通一声重重跪倒在地。陛下明鉴，这定是公主殿下在金簪上做了手脚。那金簪之上定然提前涂抹了能令血液相融之物。微臣冤枉，微臣与贵妃娘娘清清白白，六皇子千真万确是陛下骨血呀。他字字泣血，仿佛承受了天大的冤屈。周莫言，我豁然转身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本宫取下金簪，直接刺伤你取血，如何能在金簪上预先做手脚？难道本宫能未卜先知，知道你会伸手来挡，正好刺中你手背吗？我步步紧逼，指向那碗水。问题根本不在金簪，而在这碗水。这是一碗能让任何人血液相融的妖水。我猛地看向父皇，他的脸色已经化为铁青，那搂着柳贵妃的手臂早已僵硬地松开。柳贵妃瘫软在地，连哭都忘了，只是绝望地看着周莫言，又看看父皇，说不出一句话。父皇，我撩起裙摆，跪在地砖上。事已至此，真相如何？难道还不清楚吗？这根本是一场针对儿臣，更是针对皇室血脉的惊天阴谋。有人不仅要混淆天家血统，更要借此除掉儿臣，其心可诛。我的目光如利刃般扫过周莫言和瘫软的柳贵妃，最后落在太子身上。太子浑身一震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暗示。他眼底最后一丝犹豫散去，深吸一口气，转向父皇。父皇，此事实在蹊跷。儿臣虽监督备水，但具体经手之人并非全然可靠。为证清白，也为揪出这欺君罔上之徒，儿臣恳请父皇立刻严审所有经手此水的工人侍卫。父皇他死死盯着那碗妖水，又转向浑身颤抖的柳贵妃。最终，帝王的多疑与对权柄被触犯的暴怒，压过了那丝对宠妃的怜爱。查！父皇的声音带着杀意。给朕彻查，所有经手之人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朕倒要看看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玩这种把戏。他的目光瞬间锁定了太子带来的那名领头侍卫，正是他方才端上水碗。这水从头到尾经了谁的手？说，若有半句虚言，朕诛你9族。那侍卫首领早已吓得魂飞魄散，他咚咚磕头，涕泪横流地喊道：陛下饶命！是周太医收买了奴才的同乡，让他趁取水的间隙，在井边将那包药粉撒入水中。奴才起初不知那是何物，周太医只说是能让陛下安心的东西。奴才贪财，一时糊涂啊，陛下。他一边哭喊，一边从怀中掏出一个皱巴巴的油纸包，高举过头顶。证据在此，陛下明鉴。奴才所言句句属实，求陛下开恩，饶了奴才一家老小吧。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周莫言身上，周莫言脸上那悲愤委屈的表情瞬间僵住，最终凝固成一片死灰。柳贵妃则眼白一翻，彻底晕死过去。油纸包被内侍呈上，父皇只看了一眼，便将那纸包狠狠置于周莫言面前。纸包散开，里面还残留着些许白色粉末，触目惊心。周莫言，父皇的声音因震怒而颤抖。你还有何话说？周莫言浑身剧震，他猛地抬起头，脸上已无半分血色，却仍强撑着最后一丝希望。陛下，此乃构陷，定是这奴才被公主或太子收买，诬陷微臣。这粉末或许是他人放入他怀中栽赃。微臣对陛下、对朝廷忠心耿耿，天地可鉴。微臣愿以死明志。够了！一声苍老却带着愤慨的怒喝打断了他。只见太医署院正章太医踉跄出列，扑通跪倒在御前，老泪纵横。陛下，老臣有罪，老臣知情不报，罪该万死啊！这一变故
让所有人都惊住了。张太医是太医院之首，侍奉两朝，一向以谨慎耿直著称。他颤巍巍地指向周莫言，痛心疾首。周莫言此人狼子野心，早已与柳贵妃勾结。他们不仅意图混淆皇室血脉，更在暗中谋害陛下与太子殿下呀！你说什么？父皇猛地从玉座上站起，身形晃了晃，被内侍慌忙扶住。太子的脸色也瞬间变得苍白。张太医重重叩首，额头触地有声。数月前，老臣便察觉陛下日常所服的参汤药性有异，似乎被加入了极微量的毒药。此毒无色无味，短期无害，长期服用则会令人于睡梦崩逝。老臣心惊胆战，暗中查访，发现经手陛下参汤药材的，正是周莫言安插的人。老臣据其与贵妃事大，又无确凿证据，一时糊涂，选择了沉默。老臣罪该万死。他喘了口气，还有太子殿下，老臣近来为太子请平安脉，一觉殿下脉象有异，似是中了毒。太子闻言，瞳孔骤缩，立刻厉声喝问身后亲卫：“去，给姑彻底搜查东宫。”亲卫领命飞奔而去。张太医伏地痛哭：“老臣惧祸未死，未能早日揭发，致使陛下与太子身陷险境，罪孽深重。今日眼见他们竟连滴血验亲都敢做手脚，老臣不能再沉默下去了。”这一连串的指控如同惊雷炸响在栖霞宫，铁证、人证、动机环环相扣。父皇的脸色由青转白，再由白转红，竟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好一对奸夫淫妇，好一个狼心狗肺的太医！你们竟然从那么早就开始算计朕，算计太子，算计朕的江山。周莫言知道一切都完了，他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得干干净净。他抬起头，没有再看柳贵妃，也没有看暴怒的帝王，目光竟然越过众人，看向我，那眼神既震惊又不解，还有一闪而过的怨毒，可更多的却是困惑和恍惚，仿佛在问：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你怎么能破这个局？我迎着他的目光，缓缓站直了身体。前世穿心之痛，父皇猝死之悲，皇兄痴傻之恨，江山易主之辱，如今终于要一一清算了。来人，将这对秽乱后宫的狗男女给朕拖下去，打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柳氏剥夺贵妃位分，贬为庶人，那个孽种，父皇厌恶至极地瞥了一眼乳母怀中的婴儿，一并带走关押，待查清后再行处置。周莫言、株连三族，所有涉案宫人、太医署相关人等，全部下狱，给朕彻查到底。太子，父皇看向脸色苍白的太子，语气稍缓：此事由你主理，给朕挖地3尺，也要把他们的党羽、同谋一个不剩的揪出来。儿臣领旨。太子肃然躬身，眼底是后怕与坚定的寒光。侍卫冲上前，毫不留情地将瘫软的柳贵妃和不再反抗的周莫言拖拽起来。柳氏此时才从昏厥中惊醒，发出凄厉的哭喊：“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臣妾知错了，都是周莫言逼我的。皇上看在往日情分上啊！”他的嘴被侍卫用不禁粗暴塞住。周莫言被拖过殿门时，最后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再没有了往日的温文尔雅，只剩下空洞。我蓦然移开视线，情分，前世你们可曾给过我和父皇半分生机？父皇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，他疲惫地挥了挥手，让所有人都退下。殿内只剩下我、太子以及几个最心腹的内侍。父皇看向我，眼神复杂，有愧疚，有后怕，更多的是审视。朝阳，他缓缓开口：“你今日为何如此笃定？那金簪取血是早有计划，还是极致所为？”我知道父皇心中仍有疑虑，我再次跪下，以额触地，声音清晰而坦然：“父皇明鉴，儿臣并无未卜先知之能。今日滴血验亲之事，儿臣起初只是疑心柳氏与周莫言关系过密，六皇子身世或有蹊跷，故而提出验亲，想求个明白。但第一次验亲前，儿臣偶然瞥见周莫言袖口似有异样动作，便佯装晕倒打破水碗。后来儿臣暗中探查，亲耳听到他们密谋，更知晓他们竟对父皇和皇兄下毒。”我抬头，眼中已盈满泪水。儿臣惊怒交加，却苦无实证，方才见水有问题，血又相融。父皇震怒，而臣自知百口莫辩，情急之下
才想到此法。这一番话半真半假，却情真意切。父皇久久地凝视着我，眼中的审视渐渐化为浓重的疲惫与一丝暖意。他长叹一声：“起来吧，今日若非你机警果决，朕与太子只怕已遭毒手，你受委屈了。”太子也上前将我扶起。赵阳，皇兄欠你一条命，日后东宫永远是你的后盾。父皇的封赏流水般送入永乐宫，东海明珠、西域锦缎，还有象征尊荣的特赐仪仗。宫人们看我的眼神里多了敬畏，而我心中却只有大仇得报后的空茫。回宫路上，夜风微凉，我正要踏入永乐宫门，一个太监从廊柱后闪出，扑通跪在面前。公主殿下，声音压得极低。周太医说，他想见您最后一面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身边的心腹宫女立刻上前一步：“大胆！那逆贼也配求见公主，还不退下？”小太监吓得一哆嗦，却仍固执地跪着，从怀中掏出一物，双手高举过头。那是一枚桃木簪，是我及笄那年随手雕了送给周莫言的。他曾贴身戴了许久，笑着说要戴一辈子。后来不知何时就不见了，我以为他丢了，或是咽气了。他说，小太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“若公主不见，便让奴才将此物还给公主。说，春日桃夭，中化泥淖，是他负了。”夜风卷过宫道，带着深秋的寒意。我盯着那枚桃木簪，眼前闪过无数画面：桃花树下他含笑的眼睛，太医院廊下他专注替我捣药的侧影，还有天牢里他白衣染血，刀锋刺入我胸膛时那抹冰冷又疯狂的微笑。我沉默良久，前世的恨与痛，今生的疑与惑，像藤蔓缠绕上来。有些结必须亲手斩断，有些话必须亲耳听一听。带路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的不带一丝波澜。去天牢。公主。宫女想劝我，抬手指住她的话头：“多带些人守在外面，本宫只问几句话。”天牢最深处，死囚牢房。周莫言靠在冰冷的石墙边，白衣上满是鞭痕打出的血迹。他听见脚步声，缓缓抬起头，曾经清朗温润的眉眼染满憔悴。狱卒打开牢门，我止步于门槛外，没有进去。你见我想说什么？周莫言扯了扯嘴角，似乎想笑，却牵动了伤口，发出一声闷咳。他目光扫过我身后戒备的侍卫和宫女，最后又落回我脸上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：“你果然来了，朝阳。我只是想再看看你，看看这个我护了20年，爱了20年，也骗了20年，最终毁了我一切的女人。”我手猛地攥紧，指甲陷进掌心。哎，我几乎要冷笑出声。周莫言，你的爱就是勾结宠妃，混淆皇室血脉，谋害我父皇与皇兄，最后再给我一刀。周莫言静静听着，最终轻笑一声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的想法？”“是啊，我就想这么做。我和柳儿早有婚约，可她家道中落，被迫入宫。我费尽心思考进太医院，只为离她近一点。老皇帝看上她，宠爱她，让她怀了孩子，可那孩子是我的。”他转回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“朝阳，你知道看着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，还要叫我给她请平安脉，是什么滋味吗？你知道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却要听他叫别人父皇，是什么滋味吗？”他的声音渐渐激动起来，带着积压已久的愤懑与疯狂。“我不甘心，那个位子，那个至尊之位，凭什么不能是我儿子的？凭什么要我的儿子永远活在见不得光的阴影里？至于你父皇……”他嗤笑一声：“他老了，他坐在那个位子上，只会让江山腐朽。我是在替天行道。”替天行道？我向前踏了一步。那你对我呢？周莫言，这20年，我在你眼里算什么？我问出了前世咽气前没能问完的话。牢房里死寂一瞬，周莫言眼中的疯狂渐渐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低了下去，带着难以言喻的疲惫：“你不一样，朝阳。起初接近你，确实是为了方便行事。你是最受宠的公主，靠近你，就能靠近权力中心。可是……”他停顿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下去。可是20年，太长了，长到连我自己都分不清，哪些是演戏，哪些是真的。看着你从小丫头长成明媚少女，看你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分享给我，我有时会想，如果我不是周莫言，如果柳儿没有入宫，如果没有那些野心和算计……他苦笑了一下，可惜没有如果。路走到这一步，早就回不了头了。从牢房里出来，我闭了闭眼，将心底最后一丝残存的波澜狠狠摁灭。路走到这一步，
我也早就回不了头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太子雷厉风行，天牢成了筛子，每日都有新的口供和证据被挖出，案件牵连之广，触目惊心。后宫数位低阶嫔妃，太医署近半衣冠，甚至连内务府采买都有他们安插或收买的人。一时间，整个宫廷内外血雨腥风，人人自危。父皇彻底放手，将清洗之事全权交由太子。他的身体终究是被那慢性的毒药侵蚀了根基。至于那个孩子，则被关在一处偏僻宫院，彻底成了一个无人敢提的禁忌。1个月后的深夜，太子来到永乐宫，他眉宇间带着久违的松快，但眼底仍有未散的戾气。都清理干净了。他接过我地上的热茶，言简意赅。柳氏一党，主犯皆已伏诛，从犯流放。朝中也趁机拔除了几个尸位素餐、与后宫牵连过深的老臣。我静静听着，为他续上茶。皇兄辛苦了。太子看着我，忽然道：周莫言3日前在牢中自尽了。我直呼的手机不可查的顿了一下。哦，倒是便宜他了。太子探究的看着我。他死前，狱卒说他一直在低语一句话，他说春日桃夭，中化泥淖，是我负了春日，也负了桃夭。又过了半月，父皇下旨，晋封我为镇国长公主，享双倍10亿，特许佩剑入宫，建军不败，荣耀加身。我却只觉得枷锁更重。秋去冬来，第一场雪落下时，父皇的病突然加重，他召我和太子至榻前，枯瘦的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，放在一起。这江山镇交给你们。他气息微弱。太子仁厚有余，刚断不足。朝阳，你心思缜密，果决刚烈，要好好辅佐你皇兄。朕知道这次苦了你了，那些魑魅魍魉清干净了就好。往后你们兄妹要同心。我和太子含泪应下。3日后，父皇在睡梦中安然驾崩，谥号英宗。太子顺利继位，是为新帝。次年改元永靖。一次正义结束，我离开御书房返回昭明殿的路上，忽然看到了一簇红梅。很多年前，周莫言曾在这里为我折下一支最早盛开的红梅，别在我的鬓边。他说，公主就像这红梅，不畏严寒，独自芬芳。当时的心动与羞涩，如今想来，恍如隔世。那些真真假假的温柔，那些淬着毒的甜蜜，连同那枚桃木簪，那句负了春日也负了桃夭的谶语，都随着那场大雪被深深掩埋。我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他人，会被虚情假意蒙蔽的朝阳公主，我是镇国长公主。我的天地是这巍巍宫阙，是这万里江山，是辅佐皇兄开创的清明盛世。前尘往事，爱恨痴缠，不过是大梦一场。好在梦醒之后，路在脚下，乾坤在握，朔风卷着细碎的雪沫子扑在我脸上，带着刺骨的寒，却也让我混沌的思绪彻底清明。我抬手拂去落在肩头的红梅落瓣，指尖触到冰凉的锦缎，才惊觉自己已在这株老梅树下站了近半个时辰。心腹宫女捧着狐裘大氅快步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替我披上，声音压得极低。公主，天寒地冻的，您站了这许久，仔细冻着了。御书房那边刚遣人来，说陛下散了朝，正往昭明殿来，等着和您商议事情呢。我收回目光，最后看了一眼那簇开得烈烈的红梅，枝桠上的积雪被风一吹，簌簌落下，像极了很多年前周莫言替我折梅时抖落的满身碎雪。只是那时的心动，如今只剩一片空茫，连一丝涟漪都难再掀起。回吧。我淡淡开口，拢了拢身上的狐裘，转身踏上公道。脚下的青石板铺得平整，被雪水打湿后，映着两侧宫墙的朱红，像一条淌过血的路。前世我就是沿着这条路，从金銮殿被押入天牢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最终落得个穿心而死的下场。如今再走这条路，脚下是稳的，心也是定的。我不再是那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朝阳公主，这宫墙困不住我，这过往的爱恨也困不住我。昭明殿的地龙烧得正旺，一进门，暖融融的热气便裹了上来，驱散了一身的寒意。我刚在软榻上坐定，便听见殿外传来内侍尖细的唱着声：“陛下驾到。”我起身相迎，刚要屈膝行礼，便被皇兄快步上前扶住了手。他如今已是95之尊，身上的龙袍绣着5爪金龙，比往日做太子时多了几分帝王的威仪，只是眉眼间的仁厚依旧，甚至还带着一丝未散的疲惫与为难。朝阳，免了。他按着我的手，语气里带着熟稔的亲近。先帝临终前下的旨，特许你建军不败，怎么还来这一套？我顺着他的力道直起身，示意宫人奉茶。待殿内只剩我们兄妹2人，才开口问道：“皇兄刚散了朝，可是遇上了什么为难的事？”皇兄端起茶盏，指尖摩挲着温热的杯壁，沉默了许久，才叹了口气，将一叠奏折推到了我面前。你自己看吧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。都是今早朝上递上来的，清一色的折子，一半是请旨，要朕收回给你的特权，说女子不得干政，镇国长公主佩剑入宫，参与朝政，与礼不合，与祖制不符；另一半是请旨，赐死冷宫那个孩子。我的指尖落在奏折的封皮上，冰凉的纸张个的指腹微微发疼。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先帝给我的荣宠太盛，盛到足以让满朝文武心惊。前有柳贵妃秽乱后宫，干预朝政的前车之鉴，如今我一个长公主，手握特权，能自由出入御书房，参与朝政决策，
那些读着圣贤书长大的言官，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至于那个孩子，我闭了闭眼，脑海里闪过柳贵妃临死前凄厉的哭喊，闪过周莫言在天牢里那双复杂的眼睛。那个刚满周岁的婴孩，是他们谋逆的铁证，是皇室抹不去的污点，也是满朝文武眼里必须拔除的祸根。我一本本翻开那些奏折，字迹工整，言辞恳切，字字句句都引经据典。要么是拿组织压人，要么是拿前朝外戚干政、女祸亡国的例子做警示，句句都在说我是朝堂的隐患，那孩子是江山的祸根。翻到最后一本，我的指尖停了下来，那是一本联名折，牵头的是三朝元老太傅大人，连他都上了折子，可见满朝文武对此事的态度已然达成了共识。皇兄看着我，眼底带着愧疚。朝阳，朕知道，这次若非你，朕早已成了柳氏和周莫言手下的冤魂，这江山也早就落了旁人手里。你是朕的救命恩人，是朕的亲妹妹，朕信你。可他顿了顿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为难。可满朝文武都在看着，朕刚继位，江山未稳，实在不能和满朝臣子对着干。我抬眸看向他，心里没有半分怒意，只有一片了然。先帝临终前说的没错，皇兄仁厚有余，刚断不足。他心善，念旧情，懂感恩，却也容易被朝臣的声音裹挟，少了几分帝王该有的杀伐决断。前世他就是因为这份仁厚，才被柳贵妃钻了空子，悄无声息地下了毒，落得个痴傻半生的下场。这一世我不能让他重蹈覆辙。我将那叠奏折重新整理好，推回他面前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皇兄，臣妹明白你的难处。皇兄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就松了口，眼底闪过一丝惊讶。朝阳，你朝臣们反对的不是我这个人。我端起茶盏，抿了一口温热的茶水，缓缓开口。他们反对的是女子干政的先例，是怕我借着你的信任，成为第二个柳贵妃，祸乱朝纲，动摇国本。毕竟前世不远，柳氏一党的血还没在宫墙下干透呢。皇兄的脸色微微一白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却被我抬手打断了。他们怕的不是我手里的佩剑，也不是建军不败的特权，他们怕的是我借着这份荣宠，染指皇权，架空陛下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：皇兄，你是君，我是臣，这一点我从来都分得清清楚楚。先帝给我的这份荣宠，是让我辅佐你，不是让我凌驾于你之上，更不是让我和满朝文武作对的。皇兄的眼眶微微红了，他伸手握住我的手，掌心带着温热的温度，声音里带着哽咽。朝阳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我轻轻摇了摇头。前世我落得个惨死的下场，皇兄你痴傻半生，先帝暴毙而亡，江山易主。这一世我们能活着，能守住这万里江山，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？提到前世，殿内的气氛微微一沉，那是我们兄妹二人心底都不愿触碰的伤疤。皇兄沉默了许久，才深吸一口气，问道：那依你之见，这事该怎么处理？还有那个孩子？我垂眸，指尖在茶盏的边缘轻轻划着，脑海里闪过无数个念头。杀了那个孩子，一了百了，满朝文武都会满意，也绝了日后有人借着他的名头谋逆的可能。可若是杀了他，我和周莫言、柳贵妃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？前世他们为了权力草菅人命，连襁褓里的婴孩都要利用。如今我若是为了稳固江山，杀了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婴孩，那我重生这一遭又有什么意义？那个孩子不能杀。我抬眸，语气坚定。他是柳氏和周莫言的孽种，没错，可他也是个刚满周岁的婴孩，什么都不懂。皇兄你以仁孝治天下，刚继位就杀了先帝的皇子，哪怕天下人都知道他的身世，可落在史书上，终究是一笔杀弟的污名。皇兄的眉头微微舒展了一些，显然他也不忍心杀了那个孩子。他点了点头，问道：那你说该怎么处置？总不能一直把他关在冷宫里，那终究是个隐患。送去皇陵。我缓缓开口，交给守陵的宗室抚养，改姓，从皇家族谱上除名，永不得入京，永不得与朝中任何人往来。他一辈子就在皇陵里陪着先帝，守着皇陵，了此残生，既保全了他的性命，也全了皇兄的仁厚之名，更绝了所有的隐患。皇兄眼睛一亮，猛地一拍大腿：好，朝阳，还是你想的周全，就这么办。他脸上的愁云散去了大半，又看向我，问道：那朝臣们弹劾你的折子又该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这么拖着。我笑了笑，语气平静：明日早朝我去一趟。皇兄猛地一愣，脸色瞬间变了。不行，朝阳，你不能去。那些言官一个个跟疯了一样，你去了，他们还不得围着你句句诛心？朕不能让你受这个委屈。皇兄，躲是躲不过去的。我按住他的手，语气坚定。他们越是觉得我不敢露面，越是觉得我心里有鬼，越是会揪着这事不放。与其让你在中间为难，不如我亲自去，把话说清楚，把事情了了。可是皇兄还想劝，没有可是。我打断他：皇兄，你信我，我不会让你为难，也不会让自己受委屈。我不仅要去，
还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，我朝阳不是来和他们争权的，是来辅佐你，守住这万里江山的。第二日卯时，天还未亮，整个皇城还浸在墨色的晨雾里。我换上了绣着蟒纹的朝服，腰间配着先帝御赐的长剑，在一众内侍与宫女的簇拥下，往金銮殿而去。宫道上陆续有上朝的官员迎面走来，见了我，皆是一愣，随即纷纷躬身行礼，眼神里满是惊讶与探究。我目不斜视，只微微颔首示意，一路往前，脚步没有半分迟疑。前世我也曾无数次走过这条路，要么是去找父皇撒娇，要么是去寻周莫言，满心满眼都是儿女情长，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会穿着朝服踏上去往金銮殿的路。那时的我以为一生的归宿就是嫁与周莫言，做一对人人艳羡的神仙眷侣，如今想来只觉得可笑。女子的天地从来都不该只困在后院的方寸之间，困在情爱纠葛里。这万里江山，朝堂社稷也能有我们的一席之地。金銮殿的殿门敞开着，里面烛火通明，文武百官分列两侧。见我踏入殿内，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，有惊讶，有警惕，有不屑，也有敌意。我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殿中，对着龙椅上的皇兄微微屈膝行了一礼。臣妹朝阳参见陛下。皇兄立刻抬手，朝阳免礼，赐座。内侍立刻搬来一张铺着锦垫的椅子，放在了御座之下，百官之首的位置。我却没有坐，只是抬眸看向满朝文武，声音清亮，穿透了整个金銮殿。今日本宫来此，不是来听政的，是来回应诸位大人递上去的奏折的。我话音刚落，队列里立刻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言官，正是御史大夫。他躬身对着御座行了一礼，随即转向我，语气刚直，带着不容置喙的强硬。长公主殿下，臣有话要说。太祖皇帝定下祖制，后宫不得干政，女子不得入朝。殿下身为长公主，想振国丰邑，已是天加隆恩，如今却佩剑入宫，干预朝政，出入御书房如入无人之境，此乃违制之举。臣请陛下收回长公主特权，令其安居后宫，不得再干预朝政。他话音一落，立刻有10几位官员出列，齐齐躬身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收回长公主特权。皇兄坐在御座上，脸色微微一沉，刚要开口，便被我抬手拦住了。我看向御史大夫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御史大人说太祖祖制，后宫不得干政，敢问大人，本宫是后宫嫔妃吗？御史大夫一愣，随即道：殿下虽是长公主，却也是女眷，暗制太祖皇帝的亲妹妹平阳长公主，曾亲率大军为太祖皇帝打下半壁江山，开国之后亦参与朝政决策，辅佐太宗皇帝稳固江山。我打断他的话，字字清晰。敢问御史大人，平阳长公主是否也违了祖制？御史大夫瞬间语塞，脸色涨得通红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环视了一圈满朝文武，继续开口：诸位大人怕的不是本宫是女子，怕的是本宫成为第二个柳贵妃，祸乱朝纲。可柳贵妃会乱后宫，勾结外臣，谋害先帝与太子，是为了一己私欲，是为了谋朝篡位。本宫呢？我抬手示意身后的内侍将一叠账册呈了上去。这是本宫这1个月带着内务府的人清点出来的柳氏一党贪墨的国库银两。柳贵妃在位期间，联合内务府采买、克扣公分、贪墨赈灾银两，共计327万两白银。本宫已经将所有赃款全数追回，归入国库。殿内响起一片低低的抽泣声。327万两，相当于大齐半年的赋税。我又示意内侍呈上第2叠卷宗。这是本宫整理的北方边境军防的漏洞。柳氏一党在位时，安插在兵部的人克扣军饷，以次充好，导致边境军备废弛，将士们连过冬的棉衣都凑不齐。本宫已经联合兵部拟定了整改方案，追回了被克扣的军饷，备齐了棉衣与粮草，不日便可送往边境。我看着满朝鸦雀无声的官员，语气渐渐沉了下来。诸位大人口口声声说着祖制，说着江山社稷，可柳氏一党贪墨国库，祸乱军防的时候，诸位大人在哪里？先帝与太子被人下毒，命悬一线的时候，诸位大人又在哪里？本宫是女子，可本宫从未做过一件有损江山社稷的事。本宫拿回来的银两能养10万大军，本宫补全的军防能护边境100万百姓安宁。诸位大人若是能做到这些，本宫立刻交出所有特权，安居后宫，再也不踏足前朝半步。殿内死一般的寂静，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。刚才出列的那些官员，一个个低着头，脸色惨白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转身对着御座上的皇兄深深躬身。陛下，
先帝特许臣妹佩剑入宫，建军不败，是为了让臣妹护卫陛下安危，辅佐陛下稳固江山。如今柳氏一党已除，朝局渐稳，臣妹恳请陛下收回建军不败的特权。臣妹身为臣子，自当恪守君臣之礼，绝无例外。皇兄猛地站起身，看着我，眼底满是动容。朝阳，我有佩剑入宫的特权，臣妹恳请陛下保留。我抬眸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臣妹愿持此剑，护卫陛下周全，护着大齐江山安稳。若有朝一日有人敢谋逆作乱，危害江山，臣妹手中的剑第一个不饶他。满朝文武瞬间齐齐跪倒在地，山呼万岁！陛下圣明，长公主殿下千岁。皇兄站在御座上，看着底下跪拜的百官，又看着我，眼眶通红，终于缓缓开口，声音带着帝王的威严与坚定：准长公主所奏，收回建军不败之权，保留佩剑入宫之权。往后，长公主可自由出入御书房，参与朝政决策。诸卿不得再有异议。再有敢以女子干政为由弹劾长公主者，以离间皇室，构陷忠良论处。早朝散去，皇兄拉着我的手，一路走回御书房，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笑意。朝阳，你今日真是太厉害了！你没看见太傅大人看你的眼神满是赞许，那些言官一个个都被你说得哑口无言。再也不敢多嘴了。我笑着摇了摇头。皇兄，这不是厉害，是道理站在我们这边。朝臣们要的不是一个只会听话的帝王，是一个能守住江山，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君主。他们反对我，只是怕我带偏你，怕你重蹈先帝的覆辙，被后宫女子蒙蔽。如今他们知道我是来帮你的，不是来害你的，自然就不会再反对了。皇兄点了点头，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，叹了口气道：朝阳，还是你看得通透。父皇说的没错，我人后有余，纲断不足。若是没有你，我怕是真的坐不稳这个皇位。皇兄，你不用妄自菲薄。我看着他，语气认真。你的人后不是缺点，是这乱世里最难得的东西。先帝在位后期，连年征战，赋税繁重，百姓们苦不堪言。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杀伐果决的暴君，是一个能让他们休养生息的人君。你要做的就是守住你的人心，而我来帮你守住你的底线，帮你挡住那些暗处的刀光剑影。皇兄看着我，久久没有说话，最终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眼底满是坚定。我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那个需要我护在身后的太子，他是真正的大齐天子，永靖帝，而我只需要站在他身后，做他最坚实的后盾就够了。3日后，皇兄下旨将那个孩子送往皇陵，交由守陵宗室抚养，除去宗籍，改姓苏，永不得入京。旨意一下，满朝文武再无异议，都赞陛下仁厚，处事周全。旨意下发的前一夜，我去了一趟那座偏僻的冷宫，宫院里荒草丛生，寒风卷着落叶，打着旋飘过，处处都是萧瑟的气息。乳母抱着孩子，缩在偏殿的角落里，见了我，吓得立刻跪倒在地，浑身发抖。我示意他起来，目光落在了那个孩子身上。他刚满周岁，白白胖胖的，正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啃着自己的手指头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父母犯下了滔天大罪，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早已被定好了结局。他的眉眼像极了周莫言，尤其是那双眼睛清澈明亮，像极了很多年前那个站在桃花树下笑着替我簪花的少年。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，微微发疼。我走上前，伸出手，轻轻碰了碰他软乎乎的脸蛋。他不怕生，反而咯咯地笑了起来，伸出小手抓住了我的指尖，温热的触感从指尖一直传到心底。前世我恨这个孩子，恨他是周莫言和柳贵妃私通的证据，恨他是一切悲剧的源头。可如今看着他，我却再也生不出半分恨意。他是无辜的，他没有选择自己出身的权利，也没有参与父母的阴谋，他不该为上一辈的罪孽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我从袖中取出一枚平安锁，放在了他的襁褓里，那是我特意让内务府打造的，里面没有刻名字，只刻了平安2字。好好照顾他。我看向乳母，语气平静。到了皇陵，好好教他读书写字，教他安分守己，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够了。不要告诉他他的身世，不要让他知道京城的事，让他做个普通人，了此一生吧。乳母含泪躬身，连连应下。我转身走出了冷宫，没有再回头。宫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，隔绝了里面的一切，也彻底隔绝了那段沾满了血与恨的过往。永靖元年开春，冰雪消融，桃花开遍了皇城内外。我带着人去了一趟皇陵，先帝的陵寝修得庄严肃穆，松柏常青。我跪在陵前，上香叩拜，告诉先帝，皇兄很好，江山很稳，百姓安康，他可以安息了。从陵寝出来，我沿着山路走到了一片桃林里，春日的阳光洒下来，桃花开得灼灼烈烈，风一吹，粉色的花瓣簌簌落下，像下了一场桃花雨，像极了我及笄那年周莫言带我去的那片桃林。那时他笑着对我说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公主就像这桃花，明媚动人，
值得世间所有的美好。也是那时，我亲手雕了那枚桃木簪，送给了他。我从袖中取出了那枚桃木簪，簪子已经有些旧了，上面的纹路被磨得光滑，却依旧能看出当年雕刻的痕迹。我蹲下身，在桃树下挖了一个小小的坑，将那枚桃木簪轻轻放了进去，然后用土一点点埋好。春日桃夭，中画呢喃。我轻声开口，语气平静。周莫言，你负了春日，也负了桃夭，可那些过往，那些恨，那些痛，我都放下了。从此山高水远，阴阳两隔，我们两清了。风吹过，桃花瓣落在我埋簪的地方，像是盖了一层粉色的锦缎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转身往山下走去。心腹宫女快步跟上我，低声问道：“公主，我们现在回宫吗？”我抬眸看向远处的京城，阳光正好，万里无云，巍峨的城墙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。那是我要守护的地方，是我的皇兄，我的百姓，我的江山。不回。我笑了笑，语气轻快。去边境。皇兄说，边境的将士们打了胜仗，收复了3座城池。本宫要亲自去看看，看看我们大齐的万里河山，看看我们的将士，看看我们的百姓。我翻身上马，拉紧缰绳，调转马头，往边境的方向而去。马蹄踏过开满桃花的山路，风在耳边呼啸。我的前路是万里河山，是清明盛世。前尘大梦一醒，往后路在脚下，